天道有常，无往不复。2010年，有一支名为小飞扬的战队成功捍卫了中国 DOTA 的荣耀。7年后的夏天，被人们戏称为老飞扬的 LGD Forever Young， 则在西雅图留下了更为浓烈的一笔。这是一支新老结合的队伍，有人打法复古，有人引领潮流，有人荣誉满身，也有人初出茅庐。通向西雅图的旅途并不顺利，淘汰赛首战面对危记，苦战3场，最终取得了胜利。之后面对eHome K，LFY 众人发挥出色，2比0轻取对手，拿到了这张来之不易的门票。正当大家欢欣之际，却又传来了2名队员签证被拒的消息。最终在大家的群策群力之下，2位选手的美签得以通过。此刻无需多说， LFY 请开始你的表演。3、2、1 ，LFY 加油！先从地狱难度的中国区选赛杀出，再突破了签证关的封锁。小组赛中的 LFY 简直想不出世上还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今天任务已经完成一半了，好吧？任务已经完成。不是开心就好吗？早就完成了，刚开始打就完成了。哦，刚开始打就完成了，快乐DOTA，快乐DOTA，也没毛病，也没毛病。不论对手是谁，结果只有2比0，2比0，还是2比0。最终 ，LFY 以14胜2负的完美战绩稳居 B 组头名，挺进胜者组。老板厉害了，老板！没叫什么？老板屌了，老板！对，今天不要喝卡布奇诺。小组赛的完美发挥，成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纷纷开始研究分析 LFY 的战术。事实证明 ，LFY 并不惧怕针对，对手的努力只是对强者应有的尊重。Welcome to the finest Dota teams in the world! LGD Forever Young! 一起 TP， 一起哈皮 ，LFY 加油 ！LFY 加油 ！LFY 加油！加油！打起来！淘汰赛首轮，面对东南亚劲旅 TNC，LFY 给中路的 Super 拿出了其并不经常使用的中单帕克，包野的血女龙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秀喷全场。在 LFY 如潮水般的攻势下 ，TNC 很快溃败。LFY 兵不血刃，连胜2场，将 TNC 送入败者组。淘汰赛第2轮。LFY 迎来了强敌 VP， 赛前被当作夺冠热门的 VP 战队，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对手有多么强大。打自己的节奏，打比赛一定要打自己的节奏。对，就算出了什么意外，别慌，聊一下，大家聊一下，沟通一下跟队友之间。3、2、1，拿飞啊！加油！第一场比赛 ，VP 拿出了惯用的完美团战组合，想把 LFY 变成又一个集锦里的配角。LFY 轻松应对，土猫、死亡先知、水人，绝活层出不穷，简直让人怀疑 VP 到底有没有认真了解过他们强大的对手。26分钟 ，VP 便匆匆GG。Monet 的水人没能完成超神，或许是这场比赛的唯一瑕疵。继续说啊，上班继续说啊，我们他妈就是打天的，就打自己最屌的。拿出全力的 VP， 势不可挡的 LFY。第2场比赛注定成为 TI7 最精彩的大战。比赛一开始 ，VP 便凶相毕露，连续击杀 LFY 2名英雄，早早确立了毒龙中路的优势。8分钟 ，LFY 主动出击，因弗雷姆先知飞到塔后先手死灵法师，吸引对方 TP 来救，4名队友一起杀出，瞬间击杀3人。
将劣势一举扭转。31分钟 ，VP 双核 BKB 成型，主动出击抓住了先知，立刻调转枪口坚守虚空假面，虚空被迫开 BKB 反打，只击杀了一个干扰者。狼人和民间亚龙开启 BKB 冲入人群 ，LFY 全力抵挡反杀了狼人，但终究技能不全，被毒龙完成了收割。毒龙已经出到了龙心蝴蝶，一切似乎都已经毫无悬念，但 LFY 众人心中仍有希望，顽强地寻找一切翻盘的机会。No one's back to the world of living. Monet wants more. They can run a make-off over on no one. Harfu standing his ground. He's got help. Disruptor flipping back Monet. Even Couriers are popping in the middle of all this. The Crabify Ice Blast. No more regeneration. Super sucks the fight for dry. That's a lot of toxic things that actually consume. 44分钟，肉山再次刷新 ，VP 开悟直扑中路。虚空顶起 BKB 强杀狼人，但自己也不知完成了1换1。正当大家都以为毒龙要再次完成收割的时候，苏克的无法站了出来，将对手戏弄于股掌之间，为下路的先知争取了大量的时间。46分钟 ，LFY 一鼓作气，主动开武进攻，肉山处虚空假面果断坚守，罩住 VP 双核，秒杀狼人，打残毒龙。VP 树倒猢狲散 ，LFY 穷追不舍，再次团灭 VP。VP 众人复活之后，开始寻找最后的机会，集体抱团打盾，眼看盾奶就要落入 VP 之手，千钧一发之际 ，VP 众人眼前，一个翠绿色的身影突然凭空出现。无情的阿福，无情的 LFY， 他们连 VP 战队最后的希望也要当面抢走。失去一切希望的 VP 兵无斗志 ，LFY 一波进攻，虚空直接打住4人，疯狂刷屏之后，为这场精彩至极的比赛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有不能发的局吗？有。出来 BKB， 那波是军事了已经。你 BKB 刚出的时候，其实我跟你说啊，打那个点，军事其实就是我们优势，不是军事就是我们优势。屠龙是越打越废。我们团秒人，他们救不了，我们只要秒一个。大哥他们有点急躁了，包括老板，你们那波有点毛糙了。我是有的。当时我心里想的是，因为对面的毒龙装备有点肥嘛，然后如果让他们拿到盾的话，有可能一波推平我们。然后当时就和 DT 沟通了一下，因为当时让他冰魂丢个大进去，让我看一下血量，然后看到血量过后，我就自己判断，然后就抢了这局嘛。打 VP 那场，其实那场确实比较劣势嘛，然后那场我说的话其实说的比较多，我那场一直在说，慢慢打啊，没事，然后。我也一直在让他们去找节奏啊，去拉扯一下空间啊，然后我一直在让队友别放弃嘛，然后我们也成功翻盘了。胜者组决赛 ，LFY 必须面对同样来自中国的牛逼战队。中国队会师胜者组决赛，令人喜忧参半。胜者将直接进入决赛，败者只能肩负起阻击 Liquid 的重担。双方大战3场 ，LFY 最终不敌牛逼，目送同胞进入决赛，而自己必须为兄弟扫清障碍。败者组决赛，站在 LFY 面前的是一路过关斩将，已经挑落4支战队的 Liquid。我们该讨论的战术我们都讨论过了，只想你们带我拿着举这个盾。好好打好这个场比赛，而且我们是要赢的。第一场，准备充分的 LFY
选择同时放出了 GH 的2手绝活光法和小牛。平时一个都拿不到的 Liquid 贪心的选择了都要， LFY 前期就取得了巨大优势，将 Liquid 牢牢压制在高地之下。尽管优势巨大，但德鲁伊的小熊始终是个隐患。这时剑来再次展示了他帕克惊人的 gank 直觉，将小熊的带线彻底封死。解决了兵线的 LFY 终于可以全力正面进攻。56分钟 LFY 大军压境， Liquid 依靠光法血魔的技能顽强抵抗，但 LFY 双核装备已经完全成型，终于将猥琐了1个小时的 Liquid 全员击杀，痛快地赢下了第1场比赛。赢了！第2场被逼入绝境的 Liquid 不敢再有丝毫怠慢，MyControl 终于拿出了自己的终极武器先知。MyControl 的先知十分活跃，上蹿下跳，杀人拿塔，带活了全场的节奏。LFY 众人苦苦支撑，双方打得有来有回，但随着奇迹哥的炼金术士神装出山， LFY 已无力抵抗，未能2比0带走对手。我们要注意的是，他那个看他每一把的那个薄弱点。放开喽！第3场 BP 上已经做到了极限，全场只放出了 MyControl 的先知1个点。或许天意如此，偏偏就是先知这1个点，开场就击杀了只有1级的水人，顺势破掉了1塔，将水人的发育空间完全封死。Monet 经济长期处于倒数，25分钟，水人的经济已经刷到了全场第3。Liquid 的兵分2路进攻， LFY 正面以多打少秒掉了 Liquid 的3人，但侧翼 TB 和先知已经拆掉了下路高地。47分钟，先知再次故技重施，飞入 LFY 基地，强行拆掉了最后1个兵营，被对手强拆了3路，怀着无限的遗憾，无奈敲出了GG，名次最终定格在了季军。也是好打，就差一点点，差一点。野外那波团，那一波该走，差一点，就差一点，已经是5-5开的局面了。只要没拿到 TI 冠军的话，就还是有一些遗憾吧。自始至终，我们都觉得只要能赢了 Liquid 的，我们就能赢一切。TI 确实很大，然后其实成绩的话，第3不算很满意吧。打团是我们优势，但是我们线一直处理不过来，所以最后几个失误然后输了，然后挺遗憾的嘛。本来是有机会拿更高的名次吧。我这些 TI 对自己的表现，我只能给最多60吧，最多及格。对自己的期望挺差强人意的。我觉得希望明年还是以这个阵容打下去。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一支队伍可以不吵架，然后一直打下去，然后大家一直努力。胜如夏花之绚烂，败如秋叶之静美。这个夏天 LFY 虽然未能走到最后，但那些精彩的瞬间、兴奋的呐喊都是我们美好的回忆。不论胜利的喜悦还是失败的苦涩，都值得细细品味。但正如 LFY 的队名一样，永远年轻的他们，下次一定会赢回来。